大家好，我是李灿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灿的老婆。今天啊，我就在谷歌上搜了一大堆问题，准备为难一下我的老婆。准备好了吗？放马过来吧。这些问题啊，有一些比较震惊，有些比较奇葩，有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那咱们开始吧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爱喝热水？因为喝下去暖暖的，很舒服。是。为什么中国人什么东西都吃？不是啊，我就不是什么都吃啊。我不吃羊肉啊，我不吃茴香啊，我不吃肥肉啊，你还挺挑食的哈，我发现。我这么多食物，我只有3样不吃，我就挑食吗？那我再说一个，你可能不会吃蛇肉。哦，好吧。他们说广东人什么东西都能吃，蛇肉呀、老鼠肉呀，好像都有能吃的，是吧？还有咱们不是两个都在重庆上过大学，重庆那边吃火锅呀，好像喜欢吃那个下水，对，但是在外地很多地方没人喜欢吃那个，觉得有点恶心。下水我还可以接受，我不能接受是猪的牙龈。对，说猪牙龈印象特别深刻，但是猪牙龈对挺好吃，我还吃过猪脑子呢。我知道，我接受不了。你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，就像豆腐一样，就挺嫩的。哎，我不能吃兔头。你没吃吗？咱们去都江堰的时候，我害怕，我看着它很恐怖啊，一个小小的骷髅头。那你为什么鸭头吃了呢？那不是一样的吗？一个是鸭头要小一点啊，因为小一些不害怕。咱们再看下一个，这个就是有点偏见了，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眼睛比较小？眼睛啊，我看眼挺大的。对，我以前对你第一印象就是觉得眼睛好大呀，这姑娘。就是可能他们外国的时候看到那些，你不是说亚洲脸啊、亚洲眼的什么，都是细细的眯成缝一样的。我感觉好像蒙古那边还有韩国人，他们眼睛会比较小一些。韩国你去过吗？你就觉得那边眼整体比较小一些，好像。对，是吧？这个问题有点奇葩，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不喝牛奶？中国人喝牛奶啊，只是我不喝。啊，你不喝哈？对，每天还逼瑶瑶喝2罐还是3罐是吗？就每天需要摄入多少量才合适？对于小孩子要成长的话，2岁以后小朋友每天的牛奶摄入量要在500毫升。500毫升啊？对，我记得好早以前啊，就是说就日本人嘛，整体不是比较矮嘛，就说日本人慢慢就长高了，就是因为喝的牛奶的原因。就牛奶应该有助于长高吧？有啊，补充蛋白质还有钙质，是非常好的食物来源。我看你的眼神好像说，哎，你就是小时候没有喝奶。对的。对，小时候喝不起奶。为什么中国人不喝酒？你们在笑什么意思？你很有发言权吗？我觉得你更有发言权呀。对，其实好像我觉得好奇怪，就是你们反倒北方人，可能不能说北方人，西安人不怎么能喝酒，喝的不多哈。还好吗？其实我觉得地域这个只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说法。对，每个地域它都有能喝的人和不能喝的人。但好奇怪，我感觉为什么就是我们老家那边人喝酒都特别凶？是的，是吧？为什么中国人不打这个棒球？好像真的很少哈。好像是啊，中国好像也没有棒球比赛，也没有棒球比赛，估计有吧，只是咱们不知道。但是反正出镜率好像很低。对，应该有国家什么奥运会啥，应该有棒球队吧。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棒球这个场地要求比较高。你小时候看没看过那日本漫画什么棒球英豪啊啥的？看过啊。看过哈。就场地他们，我到现在都搞不懂它的规则是什么样的。为什么中国人用筷子吃饭？这个问题好难回答，我感觉。从来没想过为什么，很多人就是理所当然，就是觉得会不会是我们的祖先，就是中国人的祖先，他们发明了筷子，然后呢，同时发明了很多跟筷子有关的食物啊。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呀，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？那你要问别人呀。对，我问一个母语者这个问题。其实我觉得中文还好，对比一下别的语言啊，你可能没有学过别的语言，除了英语之外，还学过日语啊。对，日语还给老师了没有？还给老师了。其实你像俄语，他们一个动词就好几个变革，有好几个形式。你像中文多简单呀，比如说我爱你，他爱你，爱就是爱，动词永远不会变。
过去时、现在时、将来时，什么玩意都不变，多简单呀！我很多时候感觉学外语的时候最头疼就是这样，每个词都要变来变去，动词要变，名词要变，形容词要变，副词要变，多麻烦。中文多么简单直白，我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。为什么中文还叫做普通话？为什么你问我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？这些可能问题是国外朋友们关心的，你从来不关心，可能是这样。我觉得可能因为中国不是有56个民族嘛，有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，然后呢，为了有一个通用的语言，对，所以就把不是方言的这种中国话叫普通话，因为普遍。对，普遍。对，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北京话它算不算方言？算方言。算。虽然它和普通话很接近。很接近，算方言。它有很多像儿化音啊这种。儿化音特别明显。对对对。好像北京人特别能说话，嘴皮子特别利。还有天津人。天津人啊，对，天津出了不少的一个相声大师啊。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发英文的 R 或者日？我就不怎么会发，你会发吗？我觉得可能大家提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看到了你这样的中国人，没有看到我这样的中国人。为什么中国人、日本人和韩国人长得那么像？都是亚洲人嘛，都是亚洲人，可能都有同一个祖先们，或者祖先都是亲戚吧。是，你这个解释也解释得通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奇怪的，可能很多外国人还觉得中国人都分不清呢，就每个中国人感觉都一样，看起来，是吧？这其实还因为你看的少了。西安不是很多韩国人嘛，三星就在这块儿，很多韩国人他们搬到这里来，我觉得韩国人一看和中国人还是不一样，能看出来，日本人也是一样的。他们那天去韩国餐厅吃饭的时候，韩国人你看很习惯就打招呼，안녕하세요，就是这样。这样那天习惯老板娘或者说再见的时候，他会这样，我忍不住我也是这样。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红色？红色，代表喜庆，代表喜庆哈。因为好像是跟年的传说有关。以前过年的时候有年兽啊，年兽好像怕红色。给小孩子讲故事呢。那这些呢？然后呢？年兽怕红色，而且怕鞭炮的声音，所以人们为了村里的人为了赶走年兽，然后呢就放鞭炮，然后穿红色衣服，然后把年兽吓跑，所以以后呢放鞭炮放烟花，然后穿红衣服，贴红色的对联，对对对，这些就慢慢变成了中国人的习俗。对对，应该是。而且本命年也会。对，本命年也穿。对，我今年本命年呀，我过年那一天穿了一身红。对对对，还有结婚的时候要穿红色的。对。现在虽然也流行西方的这些婚纱什么的，但是一般敬酒的时候估计都会穿一个红色的那个什么。对，敬酒服都穿红色的，还有红色的高跟鞋，红色的包。就是所以整体这个红色还是比较喜庆的颜色。对，中国不是有一个词叫红白喜事吗？红事就是那个结婚，白事就是死人了，就是丧礼。就丧礼对对。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数字8？8的谐音是发。发，今年一定要发哟。发代表变得很有钱呀。对呀，发财。对呀，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终极梦想吧。终极梦想，那有钱之后嘞？更有钱。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玉器？玉器就是玉镯子呀，玉什么各种东西，玉做的东西啊。我不喜欢啊，你不喜欢？这个玉可能我是觉得，因为是在古代，玉是比较珍贵的东西，他们还有钱人家会来做个玉佩啊，什么东西哈，很多首饰啊什么都会用玉做的，可能就流传下来会觉得这东西比较珍贵。有些玉是挺漂亮的啊，很通透。和田玉还比较有名哈。蓝田玉、和田玉。对，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龙？这个龙当然和西方那个龙不一样啊。中国人龙其实是有很多种动物组成的一个中国人的图腾，一般是金黄色的，对吧？我感觉挺好看的，感觉是中国人的保护神吧。中国以前像把古代的皇帝叫天子，真命天子，他们穿的衣服就是上面就绣的龙的图案，对，龙袍，对，然后坐的椅子是龙椅。对，怎么叫皇帝？有什么龙？
真龙天子吧，应该是真龙，对对对，反正所以那个意思就是龙是代表这个高贵的这个东西，对吧？然后跟皇帝相对应的是皇后，皇后的一般都会用凤凰，对这个动物来代替，它衣服上会绣上凤凰的图案，对。然后呢，皇后会有一个发簪，发簪上一般都会有一个凤凰的样子，凤凰吉祥鸟是吗？对，这个问题应该问你是最好的，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吃火锅？火锅可以解千愁啊，可以解千愁呀。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不是一顿火锅可以解决的吗？一顿解决不了，那就2顿吧。对对，最近好像就是重庆火锅大行其道，大家好像都喜欢吃重庆火锅，是吧？我感觉我们老家也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，这种小县城，以前都没人吃，现在好像说之前看新闻，海底捞都已经开到伦敦那边去了。那今天就谢谢我老婆来特邀嘉宾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